来，快到前面坐，前面坐。来了，好，这，是，来坐这儿。就可以说年少的道理，是吗？那这么说，你说我这样子，没想到东红梅先生这么受欢迎。可不是吗？在使馆区可是一票难求。皇上已经可以商量，说我说的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啊！到前面坐。希望很大呀。来了。诸位同学，我知道你们笑什么，笑我头上这根辫子。你们看，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。在座的各位同学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，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。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，我的辫子是有形的，顶在头上；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，藏在心里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，穿上了西装，满嘴的 English，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。恰恰相反，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，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。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，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。好，下面开始我的讲课。同学们，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。这个题目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，但是我给他们讲课，每人要收2块大洋的门票，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和提问题的机会。当然今天不同了，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，这既是我的讲演，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。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，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，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。何为中国人的精神？众所周知，在当今的世界上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。比如说美国人，他们淳朴博大，但是他们不深沉；英国人淳朴深沉，但是不够博大；德国人博大深沉，但是没有淳朴。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啊，他们在中国居住的越久，就越喜欢中国人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
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思想、性格有很多的弱点，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，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，那就是温良。什么是温良啊？郭新刚同学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回先生话，学生以为温良就是温顺和懦弱，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，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。No， 错！温良不是温顺，更不是懦弱。温良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：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，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。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。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，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，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。朱教授，您能再说的具体通俗一些吗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为什么与欧洲人相比，我们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？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生活，心灵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，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，后者枯燥无味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。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体谅、照顾他人的情绪。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，他们会将心比心，以己及人，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。当然，日本人也讲究礼貌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，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一种名贵的、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。顾教授，您的意思是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，外国人用脑，对吗？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辜鸿铭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区在东洋，士在北洋，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：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？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，过着心灵生活的人。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。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，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。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，虽九死而无悔。陈学长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？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一个请求，能否请辜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大操场？